全民穿越公路求生。听完我的话，那个墨西干头直接对着女仆问道：“请问这里有和牛吗？”女仆没有说话，只是打开了推车的下层，拿出了一个烤盘，又端出了一大盒子和牛肉出来，看样子足有5、6斤。你确认吗？当然，怎么？你后悔了吗？管家微微摇头，让剩下的人继续选择。接下来轮到了雪人变身的玩家，有了墨西干打样，雪人变身玩家走了过去，连餐车里的食物都没看，直接问道：“有2尺长的龙虾吗？”女仆面无表情地从餐车的2层拖出了一只3尺长的清蒸大龙虾，送到了雪人变身玩家的面前。只有1只吗？这也不太够啊！你确认吗？当然，看不起谁的饭量了。我当年可是大胃王主播。再给他1只。女仆闻言，又拖了一只龙虾出来，塞到了雪人变身玩家的手里。雪人变身玩家心满意足地抱着2只龙虾回到了座位上。接下来就只剩下了加里森。加里森推了推自己的单片眼睛，走到了餐车前，仔细地打量着。我斜躺在沙发上，表现出一副慵懒的样子，但是我的眼睛却不时地瞟着加里森，想要看看他会选择什么。加里森在餐车前徘徊良久，最终在时间将近的时候，选择了一份红酒鹅肝。加里森端着红酒鹅肝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，甚至还拿了一副刀叉。你怎么只选择了这么一点？够吃吗？那个家伙可说了，下午只有1次进食机会，万一中途饿了怎么办？要不我分你半只。再说，加里森微微地摇了摇头，同时嫌弃地看了一眼雪人，屁股微挪，离着雪人远了一点。看到众人都选好了自己的食物，管家拍了拍手，将众人的目光引到了自己的身上。既然大家都已经选好了自己心仪的午饭，那么就由我来宣布就餐规则。作为继承人，需要有良好的责任心，不可浪费食物，因此每个人选择的食物只能由自己吃掉，不许剩下，也不许交换，也不许使用催吐等手段，违规者将会受到惩罚，惩罚程度将视食物的剩余量进行裁定。听到管家的话，众人的脸色为之一变，尤其是抱着2只3尺长龙虾的雪人变异玩家，更是脸色煞白。这么多我怎么可能吃得完？我放弃了，退回去1只行不行？可以放弃，但是将会直接按照失败来处理，浪费的食物也将会按照2只整龙虾来计算。请问是否确认放弃？好，我吃，不就2只龙虾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很好。第2条，作为继承人，需要有良好的作息习惯，午餐时间为半小时，超过半小时没吃完者，将会按照失败处理。现在开始计时。听到管家宣布开始，阿宅最先反应过来，拿起套餐里汉堡放在嘴里，狠狠地啃了一口，大口大口地嚼了起来。拿着团扇的女人将团扇放下，拿起刀叉切起了自己的牛排。对于自己，她很有自信，她选择的是一份标准的菲力牛排，哪怕是拖时间，半个小时足够吃完了。加里森切下了一片鹅肝，放到嘴里，细细地品尝着，一双眼睛却在扫视着在场的众人。我左看看右看看，打开了辣条的包装，捏出一根辣条扔到了嘴里，慢慢地嚼着，同时看着旁边人的好戏。雪人变异玩家一脸苦涩，拿着一把刀切掉了龙虾的脑袋，将手伸进了龙虾里，抓出一大把肉来，塞到了嘴里。那个墨西干头最苦逼，他看了看烤盘，又看了看那落得像是小山一样的和牛肉，恨不得给自己一巴掌。这么多肉，估摸着自己光是烤熟都不止半个小时。干脆直接生吃吧，又不是没这么吃过。墨西干头抓起了几片切好的和牛肉塞到了嘴里，大口的吃了起来。吃了第1口和牛肉，墨西干头知道问题大条了。和牛肉的那些白色的牛肉都是肥肉，用来做烤肉的话自然是相当的美味，但是生吃的话就有问题了。吃的多了就像是喝了宽油一样，感觉自己的嗓子都被堵住了，有一种从内到外的恶心感和饱腹感。勉强吃了半斤，墨西干再也忍受不住，哇的一口吐了出来。我一直盯着他呢，看他一有恶心的趋势，立刻窜到了沙发上，这才没被溅一身。那个雪人变异玩家则没那么好运，一条腿都沾满了各种污秽。你在干什么？我今天早上刚洗的毛。可惜了，早知道直接拉到河边去了，这都可以直接打窝子了。呕吐食物，判处犯规，终止进食，判定浪费食物超过90%，进行惩罚。不要，我还能吃，请不要惩罚我。墨西干头哀求，去抓桌上的和牛，继续往自己的嘴里填。可是那个女仆却一把将他拎了起来，就像是拎小鸡仔一样，走到了大厅右侧的一个水池旁边，一甩手就将墨西干扔进了池子里。那个池子不深，只到墨西干的小腿。墨西干狼狈地从池子里爬了起来，整个人狼狈极了。墨西干擦着脸上的水，想要看清楚自己的处境，可是还没等他动弹，一条巨大的黑影从旁边冲了出来，一把咬住了他的脑袋。等到那个庞然巨物落入水里，
众人才看清楚是什么东西，居然是一条超过4米长的巨大鳄鱼。鳄鱼咬住莫西干的脑袋后，猛地来了一个360度转身，被鳄鱼转了2圈之后，脖子发出了咔吧一声脆响，颈椎骨都断掉了。看到莫西干死掉了，鳄鱼将他的尸体推到了水池的中央，随后渐渐地潜到了水池里，准备等莫西干的尸体腐烂了再吃掉。浪费者已经被清理掉了，请各位继续用餐。看到莫西干的惨状，阿宅明显被吓坏了，吃了一半的汉堡掉在了地上。那个阿宅见状，立刻趴到了地上，捡起掉落的汉堡塞到了嘴里，就连那些掉在地上的碎屑和果酱也都一一舔了个干净。团扇女和加里森虽然没有阿宅那么夸张，但是进食的速度明显加快了，再也没有那种悠哉悠哉的氛围。加里森最先吃完，他想了想，将盘子里的酱汁也舔了个干净。至于雪人变异玩家，仍然在大口大口的往嘴里塞龙虾肉。看到几人的样子，我摇了摇头，只是把剩余的辣条都塞到了嘴里，慢慢的嚼着。我将辣条吃完后，就将袋子扔到了旁边的垃圾桶里，悠哉悠哉的看着周围的众人。很快，半个小时到了。管家看了看手表，又看了看在场周围众人的盘子，冷冷的一指还在往嘴里塞龙虾肉的雪人变异玩家。没有按照规定吃完所有食物，判处犯规，进行惩罚。那名女仆闻言，一把抓住了雪人变异玩家的后颈，往旁边拖去。想要处罚我，先看看有没有这个本事。雪人变异玩家双手弹出了10把黑色的指甲，这些指甲足有半尺长，尖锐坚固，如同10把钢钩一样。雪人变异玩家双手一扭，向着女仆的双腿抓了过去。